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自媒体到字幕组，从数字集权到中共20大，习近平的10年啊。那么这是我昨天准备做的节目，那么昨天因为腰伤做不了。昨天其实我题目已经想好，内容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时间准备，也没有办法做。那么今天呢，今天情况差不多，但是我今天可以做一段时间啊，所以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个节目做下来。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不想让大家，不想辜负大家的等待。因为还是有很多网友没有收到我的通知，还是会去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和职业需要啊。我虽然没办法坐起来，我躺在那，其实我还是在看新闻，拿着手机看新闻。我还是会不断的看到一个新闻，觉得这是需要告诉大家的啊，所以我也自己有内在的需要啊，就是一个是不想让大家失望，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希望还是坚持做啊，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啊。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题目啊，当然我本来是想昨天是想用比较长的时间来梳理这个习近平的10年，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中共20大啊。中共20大，习近平是18大上，2届下来就是10年。但事实上来说呢，我时间上不允许，因为我做的这个时间不够，所以没办法。习近平的10年，我只能大概的提要式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不能够做太详细。但是我重点还是要讲什么？数字集权啊，这跟我们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新闻是有关系的啊。好吧，我们先讲讲字幕组。字幕组人人都很关心啊，很多网友都是看字幕组开始对另外一个世界，特别是对西方世界开始了解，这跟我们在教科书上是不一样的啊。我先讲新闻，2月2号。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上海警方破获了大名鼎鼎的人人字幕组中国官方媒体立信公示把这个行动包装成一个刑事案件，它背后的用意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我把这个新闻梳理给大家听啊。第一个，这个案子是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最高检察院4个部委联合办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海警方跨省抓捕，上海这个案子是上海公安办啊。那么跨了哪里呢？跨了山东，跨了湖北，跨了广西啊。然后就是第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案件？它现在刑事案件的名称叫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刑事案件。然后梁某为首，抓了14名嫌疑犯，涉案的公司有3家，作案工具有20部手机，电脑主机服务器12台，涉案的金额是1600万。1600万不是这公司有1600万，是可能涉及的这个版权是1600万。办案机构是谁呢？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虹口公安分局，应该这个人人字幕组应该是在虹口区啊，所以的虹口公安分局来办。然后案件是这么说，就是说2018年起，犯罪嫌疑人梁某先后成立了多家公司，所以这里面讲3家公司在境内外分散架设租用服务器，开发运行维护人人影视字幕组 APP 和相关网站。然后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商业模式
是在境外盗版论坛下载片源，然后每部这个电影这个400块钱，找人来翻译这个字幕啊，然后再通过 APP 服务器向大家发放啊传播啊，大家点击下载看啊，然后通过这个收取这个网站会员费、广告费和出售这个刻录电影的这个移动硬盘收费啊，这个商业模式成果是中文字幕2万余部，注册会员800余万。消息一出，墙内外一片哗然啊。那么1月9号，豆瓣小组已经挂出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叫人人影视字幕组真的凉了啊。这个帖子说 QQ 群管理员挂的通告说要大家记住这一天，以后人人不会有了，有点想哭了啊。1月9号就是这个案子发生，就是办案就是1月9号办的这个案子啊。那么尽管在国内字幕组始终这个字幕组始终处于这个灰色地带啊，因为没有版权啊。但是对于字幕组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其实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啊。就说了解字幕组的人应该有一点点年龄了啊。那么大家都是心存感激的啊。那么网友说这一天真的来到时，还是有些受不了啊，这是大家的情感。人人字幕组是成立在2004年，那么当初这个字幕组叫 YYETS 啊，字幕组是加拿大一帮加拿大的留学生搞起来的，他们主要是为了什么？分享这个交流这个电影。原来很多电影西方电影没办法看，因为不懂英文或者英文没那么好。那么有人就是去看电影，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做成字幕给大家下载来看，其实是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很多人是通过这个电影，西方的电影啊，当然主要是好莱坞电影啊，开始逐渐的了解西方社会，了解西方的文化，了解西方的生活，主要是生活。你通过这比教科书的影响力大10000倍啊。那么有个网友，我昨天看见有个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认真想了一下，如果我的青少年时代没有打口碟，大家知道什么叫打口碟吗？我回头讲一下啊，打口碟没有字幕组，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想不出来，真的想不出来。也许正是因为想不出来，才显得意义重大。你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些东西会怎么样了。但是转念一想，很容易想象嘛，不就是现在乌泱的那群人呗？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字幕组对很多人打口碟是以前我们年轻的时代啊，去一些卖盗版碟的地方淘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音乐碟，那种音乐碟中间打了一个口，其实意思就是这是已经报废买的来听那个时候听摇滚，听那些西方的音乐，大部分是中国的年轻人真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去了解西方，靠的是打口碟啊，还有就是字幕组啊。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中国的那些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字幕组打口碟非常珍贵啊，因为它每一部电影，它每一个电影就是一扇窗口，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
他不仅仅是看到啊，他是理解。一部电影其实它胜过千言万语，他理解我另外一个世界啊，他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体验啊。电影提供的这种体验和我们看书是不一样的啊，它真的比教科书有力10000倍。电影的力量有多大？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很多这个朝鲜有脱北者，脱北者就是逃离的朝鲜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脱北者？他们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常的会看那些盗版的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看完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在这儿没法待了，我得离开这儿，我得去，所以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朝鲜，原因是因为他看了电影，他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有那种生活。其实人人字幕组他提供的其实跟这个脱北者提供的这个中国的电影电视给脱北者提供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想一下，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啊，这个网上很多网友在提这件事情，我查了一下是这样，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互联网是2011年2月11号，人民网刊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叫人人字幕组，网络时代知识的布道者。你看在10年之后，这在10年之前这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啊。他当然他这个报道还有一个角度是什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海外华人啊。那么10年之后，2021年的1月9号啊，这整10年啊，人人字幕组成为版权局、扫黄打非、公安部、最高检察院4个部委联合督办的案件。那当然毫无疑问，人人字幕组被查处不是因为中共关心这个知识产权，关心这个版权问题啊，中共根本从头到尾，从他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关心过版权问题。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认真的贯彻版权的这个概念执法的话，中国的科技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啊。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他们要做的就是关掉中国年轻人体验另外一个世界的窗户，这就是他办这个案子的背后的动机。这件事情，他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和什么？和中国修防火墙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尽量的你不要看到外面，你看到的外面都是被我控制的啊，就是这样。就是总共是10年时间啊。那你想一下，从这篇稿子，人民日报的那篇稿是2011年2月11号，到今年10年，中间隔了什么？中间就隔了一样东西，隔了习近平啊。中间这10年中间隔了一个习近平。那么2012年的3月15号。中国总理温家宝召开最后一个记者会，他当总理的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这么说，他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啊。温家宝政绩乏善可陈啊。那么我对温家宝的评价不高啊。温家宝是中国总理当中就是政绩不多的一个总理，但是啊，温家宝的这段话很有价值，它既是一个判断，也是一个预言啊。那么习近平用了10年时间，证实了温家宝的判断是正确的啊，就是说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完美的证实了
温家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啊。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主要做的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国进民退，就是用行政手段，用各种手段把民营企业排挤出第一产业，然后在第二产业里面留在一个边缘的位置啊，这是供给侧改革啊，这是体制上。然后政治上就不用说，大家很清楚啊，极左，然后抓权啊，抓权的方式就是扭曲既有的政治运行制度，叫小组，先是小组，后是委员会啊，然后政治上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可以说现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舆论意识形态形势和环境回到了文革时代啊，那么对外关系啊，就是四面出击啊，其中具有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一带一路，一个方面就是南海岛礁啊。然后他上台之后，搞了一系列的运动啊，抓调查记者啊，打击报道真相的新闻媒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抓维权律师啊，全国统一行动，一口气抓200个维权律师，这习近平手上干的啊。然后就是打击大 V， 污名化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然后让他们在公共事务上闭嘴。然后那最终他在习近平建立的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把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赋予了时代特征。什么叫时代特征？就是网络数字集权，这叫数字集权体系啊。那么这套体系是怎么形成的？这套体系最早形成是从哪里开始？是从监控开始，监控录像开始。然后中国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天网，叫全球最大的监控体系啊。那么配合什么？配合识别啊，人像识别，配合大数据，配合人工智能啊，对中国人进行全面的不受约束的监控，这是第一个啊，从这里开始，然后开始再延伸到哪里？延伸到网格化社区管理体系。网格化社区管理体系，大家可能听得好像不是很清楚，其实这就是以前封建时代的保甲制度，就是把这个一个城市画成方方块块的网格，每个网格放一个或者若干个人进去，对网格内的区域进行现场监控。只不过呢，以前的保甲制度呢，就是由保长或者甲长、里长去管，就是他是跟着其他的行政管理一起，这个不是。中国的网格化社区管理是专职的啊，专有的系统啊，这是第二。第三，健康码，利用疫情啊，这个建立一个庞大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出行管理体系，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征信系统，人民银行管的这个征信系统是全世界不需要经过法庭就能对公民进行处罚的一个最庞大、最严厉、最具有数字化特征的一个这个行政处罚系统啊，这个处罚系统非常的厉害，对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就是说它比行政处罚还要厉害啊，它的行政它直接触碰到了一个中国人一个公民他的日常最关键的生活的领域，比如说出行，比如说比如说消费，比如说你的金融这银行账号等等，他通过这些领域对你进行处罚
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是不需要经过法庭审判的，他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处罚你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这套东西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第五个，中国证监会、银保监会这几个金融监管系统、金融监管部门，他们拥有大家不知道的穿透式的监管系统。这个系统大家不知道，但是它有的，它的这套我们叫穿透式的监管。穿透式的监管就是你的同学的妈妈都会监管得到啊，就是假如你是被监管的话，它会监管到一个这么大的范围啊。这为什么健康码可以行得通？健康码其实就是中国证监会这种穿透式监管的一种延伸啊，一种延伸。那么这就是什么？这个12345天网也好，网格化也好，健康码也好，征信系统也好，证监会的穿透式监管也好，都是现实生活中集权数字工具啊，数字集权工具啊，我们叫现实当中的数字集权工具。那么还有一个工具是什么？还有一个工具我们叫网络生活的数字集权工具。这是什么？这就是全国性舆情控制体系啊。全国性舆情控制体系就是控制网络的啊，网络的数字集权工具。那么它是怎么样的呢？第一，操办者是中央网信办。第二，覆盖范围是全网络覆盖，就是你做一个网站，你做个 APP， 你做一个聊天室，你做一个这个 BBS， 只要你是在线的，只要你在线，全部覆盖啊，所以叫全网络覆盖。它的模式是什么？它的模式就是它把所有的这个平台主体全部抓在手里，中央网信办把所有的平台主体，就是你是一家公司，你是一个小团体等等，总之全部都抓到纳入它的控制范围，然后就随时关停任何领域、任何维度、任何个体、任何群体表达发表或者观看的权限，任何时候、任何范围。所以它拥有一个什么？拥有一个在数字领域、在网络领域，它拥有一个上帝之手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先是干什么？先是我们看的是1月29号，中央网信办开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其实部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媒体。把自媒体从新闻时事和重大事件当中赶出去，不让他们就这个进行任何发言，连转发都不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就把全国人民的嘴巴堵上，封嘴了，你不能说话，风花雪月可以啊，谈情说爱行，但是不能说政治，就是莫谈国事。莫谈国事是茶馆跟茶客提醒，现在不是，莫谈国事现在变成网信办把所有人的嘴全封上，这是一个。所以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有数字集权工具啊，数字集权工具他能做到这一点啊。那么你看数字集权工具再配合什么？配合它的暴力工具。暴力工具是什么？暴力工具就是警察。你就比如说像这个李文亮医生，他们8个人在群里面传了这个关于这个疫情的这个报警啊，互相提醒一下，然后马上出现的情况是什么？马上出现的情况，他其实在微信群里面马上2件事。第一个，
警察抓他们训诫，大家以为训诫是什么？是因为跟你好好说话？不是的，就是痛骂你半个小时。一个警察，两个警察抓着你痛骂半个小时，那叫训诫。这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对这些完全从来跟公安不打交道的医生来说，冲击是非常大的。然后再回到传统媒体，中央电视台一天报了13次播报13次这条新闻，这就是利用传统的暴力工具就是这个数字集权工具和暴力工具，然后再和什么传统的这个宣传工具结合在一起来办，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再举一个例子河南省公安推动正在进行一个断卡行动。什么叫断卡行动？就是你的银行卡、微信号、QQ 号、电话卡不可以卖，不可以借人用，不可以出租。如果你抓到了，谁抓到了就处罚，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什么？5年内只能用一张电话卡，这第一个第二个，暂停银行非柜台业务，你所有的银行的业务必须跑到银行里去办，非柜台业务都不能办然后支付账号所有的业务然后不得开新的账号，还要个人征信要处罚，就是这样就他们现在的这种我们讲的数字集权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人人字幕组，通过这个自媒体，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用了10年时间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强化了他自己的权力强化他权力很大，他的权力，习近平现在的权力比当年的毛泽东的权力还要大这是第一个，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力。第二个，强化了中共的集权统治。中共的集权统治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增加了一个数字集权工具它这种数字集权工具比中共之前的这种仅仅是暴力，仅仅是这些传统的媒体工具要强要强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利用他这个权利更对人民进行的限制、管控、打压、压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时代。所以你可以看，现在中共对人民的这种言论管制，我们叫文字狱非常多的人因言，就是因为发言被抓起来坐牢就是因言获罪那么所以中国现在我经常讲，就是1月29号全面封杀自媒体，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网络版的焚书坑儒这不是我说的，是网友说的，我借来明谢一下那么可以看到，习近平用了这10年时间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他改变的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中国的国家的方向改了，原来是改革开放，他现在往回跑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那么由于中国这种进取的这个侵略性的，然后这种不掩饰意图的对外扩张，让全西方国家发现了中共最终的意图，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于是中西方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现在这个变化将会主导未来10年、20年整个世界的格局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下面就进入互动有2个新闻我今天没有说
一个新闻呢，我回头再跟大家说，一个新闻是什么？一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网民的调查啊，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那个报告啊，那个报告有几个，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几句啊。其实我本来想串在这里面一起讲，后来发现时间不够了。网民的学历啊，先讲一下网民的学历，本科和本科以上 9.4%啊，非常少啊。大专10.5%啊，也就是说，大专本科以上的网民不到20%，就是20%吧。那么中国网民最多的学历是什么？初中40%啊，高中20%，小学19.3%，大体上就是20、20、40，就是中小学生为主。中国的网民的构成，就是说大专生就是大专本科以上20，然后是高中生20，初中生40。小学生20，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学历构成，这是第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二个，网民的收入啊，这个网民的收入呢，我们要讲一个背景，中国的网民渗透率有多少？上网的人70%啊，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将近10亿，但是中国有4亿人还没有上网。中国还没有上网，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农村啊，城市平民也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啊，有10亿网民，10亿网民什么概念呢？大概是什么情况哈？10亿网民是10%没有收入啊，10%就1亿有没有收入啊？500以下，500块钱一个月收入500块钱以下，9.6%也是10%啊。那么500到1000 5.7%，1000到1500 5.6%，1500到2000 6.4%，2000到3000 13%，3000到5000 19.6%，就20%，5000到8000 14.5%，1万以上 15.8%， 14.8%。你可以通过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出来啊。那么中国的生存状态不是更好的，这过去10年，中国的生存状态不是更好，是更坏啊。那么习近平这10年，这就是习近平这10年干的事情啊，好吧，大体上是这样。那么至于中共20大，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谈，我们今天来不及谈啊。20大我们下次安排节目来谈吧。好，那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Bobby 谢谢，于子谢谢Elena Ma 谢谢， Patrick 长谢谢， VA 高谢谢，魏唐谢谢， ABC 123谢谢，云 C 谢谢，石妹轩谢谢， Stephen 杨谢谢，王生买个热敷坐垫吧 OK 谢谢，Helen 张谢谢，王老师多休息谢谢，胡卫谢谢。好，情绪看到王先生为字幕组发声，作为前人人的编外人员，忍不住又流泪了。虽然已经退出人人多年，但仍然坚守在其他字幕组，也为王先生的字幕贡献了一点点小力量，只希望能为同胞带来哪怕一丝光明。谢谢你谢谢你观点：10年前，人民网称民间字幕组是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中国年轻人在闭塞的出租屋里，不用花1分钱就可以看到哈佛公开课、宫崎骏和生活大爆炸。10年之后，他们变成了特大跨省犯罪。这些几乎不挣钱的翻译者是闲来他乡种子的鸟，他们飞越高墙种下的草木，能使人想到外面相似的春天。10年前他们不怕，现在他们怕了。情况我从高中开始看美剧，印象最深的是纸牌屋。字幕组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都会科普剧情里的政治知识，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对美国的宪政体制
有初步的了解。从那时开始，真正了解民主、法治还有分权，从此以后开始辨识中共的洗脑术，非常正确。观点，我们的民间翻译组就像连接中国和文明世界的桥梁。我认识不少翻译组成员，他们都是无偿的去传播他们热爱的文化，现在都人人自危，表示不再当翻译人士了，不胜唏嘘啊。观点，我感觉人人字幕组的落幕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重新上演。我听妈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当时收听国外电台会被说成是收听敌台，今天的人人可能就是当时的敌台吧。我相信人人字幕组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哈，真的是真心感谢他们啊。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版权的问题啊。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实讲，我真的不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是当时，你去跟这些人说你能不能不跟我收版权，我把这个传播给中国人、中国的老板、中国的年轻人看。我觉得当时的商业机构不一定会真的要跟你收版权啊。当然，这种方式没有办法。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下特定的方式啊。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人人字幕组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具有时代的价值啊。观点：80、90后小时候电视台直接会播哆啦 A 梦和灌篮高手，上了中学之后电视台不播了，于是下载人人字幕的越狱和老友记，就算爱奇艺引进也需要交会员费，而有删减，更多的作品根本过不了审，也不可能引进，以后只有所谓的正能量、低质量国产抗日神剧、恋爱低智商剧，为20后默哀。观点：人人字幕组被封，阻止不了已经喜欢看欧美电影、欧美电视剧啊，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有这么大的需求，还有其他字幕组顶上来的。观点：从现在的行为看，包子治下，经济即使不崩溃，也会创造一个接近崩溃的局面。情绪来美国之前看了10季犯罪心理学，口语都是跟他学的。来了美国之后，也没有感觉太大的文化差异，这就是拜字幕组所赐。查封字幕组就是洗脑的一部分，思想的牢笼在包子的时代越收越紧，这就是现代文革 2.0 版。观点：现在 Netflix 在全世界各地提供正版电影和影视剧，并且还有不少本土制作，除了3个地方，中国、朝鲜和叙利亚。全球化之下，要看正版电影、影视剧作品一点都不难，只是中国不给开放。观点：有正版的时候，你去看盗版那就不对，但是如果正版被封杀、被晋升、被消灭，那么能找到的渠道，有人提供就是做善事，非常正确，说的非常好啊，我很喜欢这话。观点：越来越严酷的言论管控，其实也说明他们内心越来越不自信，千夫所指，设令类人，而结果恐怕会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国人会感知到，有的墙看得见，有的墙看不见。就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几千年来有一个看得见的渐渐倒塌，还有个看不见的不断的加固。鲁迅先生曾经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个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所以鲁迅是很厉害的，我觉得鲁迅说的很多的言论，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非常有针对性啊。情况加情绪，大概8年前读中国某知名新闻专业、传播专业，我一个欧洲留学回来的教授说，字幕组是美帝的阴谋，他们找人做字幕，为了对我国人民进行洗脑。现在想想真是唏嘘。后来在国内做新闻工作，主要是编译，翻译一点符合宣传的外稿，
然后感觉自己越来越对不起自己的良知，现在已经肉身翻墙，从头开始学医，因为希望可以做点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很佩服王先生，作为一个新闻人，我没有您这样的勇气。你也在做很好的事情啊。观点：习近平的蛮横行为使创新基本不可能。中国现存的低端制造业的利润以后如果不能维持高成本的政府暴力工具和债务，习的政权就危险了。习的核心应该是发展经济，但他做的一切都在破坏经济，只是他自己认识不到。情绪：感谢王老师的职业素养和努力，请务必注意身体，这是我们广大网友的共同心声，谢谢。观点：习近平加强了集权，巩固着他自己的权利。然而，中外集权专制最核心的危机是继承制度，没有完善的继承制度会让政权处于不稳定之中。历史看来，中共的权力继承制度甚至不如朝鲜，所以未来几年内会有因为继承制度而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特征不明显，其中有一个就是政权更迭，它的政权更迭不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权更迭不稳定造成的整个的政局不稳定。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从今年到明年的秋天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为什么？中国权力进入更迭的时候，这里面有两个天问。第一个天问是什么？第一个天问是习近平会不会再干一届？没有人知道。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做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我不觉得现在有结论。为什么？因为从现在到明年秋天都是以新一波权力斗争开始进行这刀光剑影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在宫廷内部发生这是一个问。第二个问，中国政局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们中间冲突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就不知道中国政局未来会朝着哪个方向走，这就是两个问题。所以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见证这么长时间，49年到现在，它的国体还不稳定。国体不稳定，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就是他的权力继承制度还没有形成。本来呢，江泽民做了一件蛮有历史贡献的动作，就是他试图，这其实是中共政治老人的共识，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权力继承制度，就是隔代指定。到了习近平这里，他企图改变他能不能改成，我们现在不知道，你得到20大的看到。但是我们看到他企图改变这个制度的这个努力那么这个努力正在发生所以你看中国国家特征不明显，其中一个原因，这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观点：当年搜狐买了很多美剧的版权，突然一天就全部下架，所以不是版权的问题，非常正确。观点：我是85后，90年代初全家住在筒子楼里，电视里看美剧《成长的烦恼》，当时觉得美国人竟然家家都有车，这么大的房子，来美国就成了我日后上学的动力。后来升级到全奖 PhD， 终于实现了电视剧里的生活。美剧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我心里种下了移民的种子，非常正确这是很重要的。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从来不是从意识形态开始，不是从上而下，是从下而上如果没有从下而上的改变，从上而下的改变那都是假的。有些东西你永远改变不了，如果从上而下的所以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国内某报记者，近日曾在微博留言讲到互联网条例相关集权规定，被众多微博网友怒喷，我注销了微博账号，本人对国内媒体环境十分悲观，想请问您作为一名记者如何自处？谢谢。
这里有2点。第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追求。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新闻理想啊。新闻理想是什么？新闻理想就是追求真相啊，追求真相，报道真相，一定要这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理想，新闻理想。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追求这个新闻理想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怎么做？这里面我是这么说啊，其实我原来也在国内工作过，我们后来的一个机构也在国内，虽然我们的产品不在国内，我们在海外，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编辑中心，我们放在国内啊，但是其实是服务海外的我们的报纸，中央厨房在国内。我跟国内的同行聊过很多次啊，关于这个我们环境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的问题。国内的网友、国内的同行经常抱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国内的政治环境非常的恶劣啊。那么这么恶劣的环境，我们很难把新闻工作做好。我有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首先讲清楚。中国人经常在技术层面不追求，上来就是追求理念啊，追求理念，那是活很糙，但是可以有很高的理念。我跟大家先提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先把你的新闻从技术层面，把你的新闻专业做好啊，就是说。这毕竟你还是有一个活动空间的嘛，没有活动空间，你报纸不用办了，全部印这个大字报算了，印标语口号算了，那还没有这样发生嘛。所以第一件事情，新闻专业有没有做好啊？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中国从80年代开始啊，中国的新闻专业水平拾级而下啊，不断的在下降啊，新闻专业水平。我们比如说我讲报纸从版面语言到选题到标题到文字到新闻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个水平越来越差。就是我们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们有没有在这个领域认真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已经够你花很多的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已有的活动空间当中，你是不是做够了啊？已有的活动空间啊，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受到管控的部分当然是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最敏感的部分，但除了不敏感的部分，其实还是很多空间。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做好？我们先把这2件做好，我们再来讲新闻理想，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东西，好不好？所以在这2个领域，我觉得国内的同行们还是有非常多的空间去发展、去改善。就哪怕你有一天你离开中国，你去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从事新闻工作，当你有过硬的这种新闻专业能力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说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我改变不了，所以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OK， 明谢 CYH，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